Thank you and good day, everybody. 好的，谢谢大家。 We had a long day. 祝大家今天愉快。 我们今天开了一整天的会。 首先，我们从早餐会开始，与亚美尼亚部长讨论了和平进程以及他们目前面临的局势。他们正面临混合威胁和猖獗的虚假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在重复他们在摩尔多瓦使用的伎俩。今天，我们讨论了如何加强亚美尼亚的复原力，包括政府在网络和混合防御方面的帮助。然后我们讨论了中东问题，讨论的重点是欧盟对加沙安全和稳定的贡献。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是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我们在当地的2个特派团无法扩大行动规模，一个协助边境口岸，另一个支持巴勒斯坦警察，两者都可以为和平计划和国际稳定部队做出宝贵贡献。但我们需要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批准。我们还在努力进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改革、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关于后者，很明显，我们需要对资金的使用方式有发言权。各位部长还讨论了周日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反犹袭击事件。欧洲的立场非常明确，必须谴责世界任何地方反犹主义的抬头。1周年之后，我们还讨论了叙利亚问题，这是我们这次中东讨论的主要重点。在阿萨德政权倒台1年后，叙利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教派暴力、缺乏包容性、缺乏完善的制度、缺乏法治，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上周6，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美国士兵，是对这一点的残酷提醒。我们讨论了叙利亚的过渡状态，以及如何更好地支持治理、安全部门改革和贸易。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欧盟是第一个取消制裁，以帮助该国重建的。但仅仅取消制裁并不能带来经济繁荣，我们需要投资者信任法律体系。投资者需要确信局势稳定，不会失控。我们目前也在调整欧盟对叙利亚的制裁制度，因为局势在不断变化。各位部长还决定推进新的欧盟叙利亚政治伙伴关系。如果我们不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将会填补这一真空。最后，关于黎巴嫩，今天晚些时候，实际上很快，我将共同主持欧盟黎巴嫩协会理事会。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刻，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休战仍然脆弱。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和以色列的袭击，有可能将该国推向更深的不稳定。今天，我们将讨论我们的关系和加强黎巴嫩内部安全部队的方案。然后，我们还讨论了中国问题。中国日益将经济关系武器化，以获取政治利益。最近，我们与欧盟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经济安全战略，并计划实现关键矿产供应的多元化。今天，各位部长讨论了如何更好利用我们的贸易武器来加强欧洲的韧性。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单独与中国匹敌，团结才有力量。接下来谈了乌克兰问题。在谈到乌克兰之前，我们还讨论了刚果以及刚果东部再次爆发的战事。近几天，我与布隆迪、刚果和卢旺达的部长们进行了交谈。很明显，我们将探讨下一次外交事务委员会可能采取的后续措施。
因为对我们来说，密切参与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局势极其严峻。现在谈谈乌克兰。会谈将继续进行。我们的首要任务有2个：一是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2是为基辅争取更多支持。今年，欧洲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270亿欧元军事支持。我们还兑现了提供200万发炮弹的承诺。但很明显，现在不是放慢脚步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并在俄罗斯不断拒绝和平的情况下，增强乌克兰在谈判中的地位。各位部长明确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由于乌克兰在压力下放弃了加入北约，这将是唯一能够阻止俄罗斯再次入侵的保障。欧盟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包括提供培训和国防工业支持。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仍然是其现今生命线，我们正在切断它。今天，我们制裁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有关的几个人，以及一些航运公司，还将另外40艘船只列入了制裁名单。为了更快切断俄罗斯的资金来源，我们现在还将以每月1次的决定，对影子舰队的船只实施滚动制裁。各位部长还对参与俄罗斯针对我们各国的混合行动的人员实施了新的制裁。由于来自白俄罗斯的混合攻击日益增多，我们也扩大了制裁范围，以打击那些对此负责的人。信息很明确。那些威胁我们安全的人将面临后果。这是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的关键一周。成员国已经同意长期冻结俄罗斯资产，这是正确的做法。欧洲理事会将于周4决定2026年至2027年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我想把这件事说清楚。支持乌克兰需要资金，这很明显。但如果让乌克兰倒下，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追究俄罗斯的罪行，对于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至关重要。明天，在海牙，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处理针对这场由俄罗斯造成的战争的损失索赔。该委员会的登记处已经收到8万份申请，它将审查、评估并确定应赔偿给乌克兰的金额。俄罗斯将无法逃脱其摧毁的房屋、学校和医院的账单。最后，关于领土让步问题，只有乌克兰才能决定任何协议的条款。但我们都知道，顿巴斯不是普京的最终目标。如果他得到了顿巴斯，他会想要更多。让步应该由侵略者做出，而不是受害者。双方之间没有道义上的对等。我想我已经讲完了所有要点，现在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了。谢谢。我们先从施特凡开始。施特凡·埃塞尔，欧洲圆桌，关于在柏林的会谈，您认为会谈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吗？我记得上次，还有现在您也说，压力不应该只在受害者身上，不应该只在乌克兰身上，也应该在俄罗斯身上。这一点有被考虑进去吗？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赔偿贷款仍然非常不确定，目前还不清楚是否能就此达成协议。谢谢。谢谢。我一直都说，压力应该给到侵略者，而不是受害者。
wrong. So yes. 不应该只给受害者压力，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是的，我们希望也能向俄罗斯施压。Them coming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and really negotiating.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坐到谈判桌前，也没有看到他们带着诚意进行谈判，或者说根本没有在谈判关于赔偿贷款。是的，我们今天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但领导人们将在周四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以便真正找到解决方案。很明显，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它向俄罗斯表明他们无法拖延下去，同时也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他们必须真正承担他们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害的负担。奥利维尔。谢谢法新社的奥利维尔·伯德。今天下午，您和2位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和杰瑞德·库什纳进行了谈话。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他们说了什么，以及您对他们说了什么。另外，在您今天下午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您对赔偿问题是否更加乐观？谢谢。Thank you. I have actually nothing much to report. 谢谢。关于我和史蒂夫·维特科夫和杰瑞德·库什纳的讨论，我其实没有什么可报告的，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攻击，但肯定是技术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讨论关于赔偿贷款，这非常困难。当然，今天我们也听到了比利时的担忧。我认为在座的各位都理解比利时的担忧，并且愿意分担这些负担。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赔偿贷款，那么实际上比利时的压力就会减轻。我们将与所有成员国分担负担和风险，因为这将是一个欧洲的提案，是欧洲负责点，而不是比利时。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们能在周四取得成果。但就目前而言，我天性乐观。但我也看到了这件事的难度，所以我不想给出任何预估。我只能说，工作正在进行中。马蒂亚。你好，马蒂亚·巴尼奥利 ANAC。关于刚才那个问题，批准赔偿贷款确实很困难。一些国家提出建议，或许欧盟委员会应该继续探索其他方案。但我们知道时间紧迫，可能没有时间去制定其他方案了。所以我想请您告诉我们，是否真的没有 B 计划？只有 A 计划，如果欧洲不能就赔偿贷款达成一致，或者再次失败，会对欧洲造成什么后果？谢谢。谢谢。至少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不同的方案，为乌克兰自卫寻找资金。我们现在认为赔偿贷款是最可行的方案。我也曾以爱沙尼亚总理的身份提议发行欧元债券，因为如果我们分摊包括贷款在内的负担，对大家来说都会更便宜。但是你也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决定，而我们并没有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过去3年里这个方案没有奏效。所以我认为赔偿贷款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即谁造成了损害，谁就应该赔偿。既然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造成损害，那么用他们被冻结的资产来赔偿，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案。豪尔赫。你好，我是欧洲新闻的豪尔赫利·博雷多。我想问一下，和平谈判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即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听到最新的报道说，可能会在1月27日之前加入，考虑到该国尚未开启任何一个章节，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抛开这些报道不谈，您对此事的立场是什么？您认为任何和平协议都应该为乌克兰的加入设定一个固定的最后期限吗？因为这似乎与以下立场相悖，即加入欧盟是基于其优秀的表现的，应该根据每个候选国取得的进展自然进行。所以，您怎么看？您认为加入应该基于其实力还是和平协议？谢谢。谢谢。加入欧盟应该基于实力，我们也对乌克兰、摩尔多瓦以及所有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说过，乌克兰也不会有任何优待。但是这个截止日期的流传以及它被写入和平协议，表明美国可能在推动此事，这对我们某个成员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促使其解除对开启谈判章节的阻碍，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谢谢。谢谢。奥迪尔。哈维，为诺曼底电台，艾哈迈德·艾尔·艾哈迈德冒着生命危险，在澳大利亚犹太教光明节那天，解除了一名反犹袭击事件。恐怖分子的武装，这位邦迪海滩英雄是否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不应该混淆伊斯兰教伊斯兰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就像某些统治者和政党有时声称的那样。谢谢你的评论。谢谢，我不太有信心用法语回答您的问题，所以我还是用英语回答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正如我们一直在欧盟强调的，绝不允许出现反犹主义，也绝不允许出现反伊斯兰主义。这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恐怖分子，他们只是可能来自任何宗教、任何背景的个体，而这件事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谢谢。谢谢，特里，请。好的，谢谢。我是德国之声的记者舒尔茨。虽然您的视频会议系统可能无法与美国谈判代表连线，但您也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他可能愿意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意愿。您是否认为他所说的会走得更远，甚至会修改宪法，从而不再将加入北约写入乌克兰宪法？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或者您是否与外交部长谈论过这么多？通过其他中间人，您是否觉得美国的立场正在转变，从而有可能会施加更均衡的压力，即使您没有和库什纳交谈过？谢谢。更多施压，也包括向俄罗斯施压吗？我认为，那是你们的立场。当然，外交部长泽皮哈解释了他们所处的困境，以及他们对和平谈判的开放态度。他们愿意为了和平而同意一切，以此来说明俄罗斯并不想要和平。当然，我们听到的那些让步，或者说我们听到的那些要点都非常难以接受。实际上，在我看来，这说明了俄罗斯的谈判策略。他们只是不断施加压力，然后说这还不够，还不够。他们并没有真正放眼全局。我的意思是，现在的情况是，你给他们提供更多，但并没有真正清楚认识到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为了在欧洲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的和平，我们需要俄罗斯方面做出让步。
因此，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情况并不好。如果我们的盟友也能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在对俄方面也会非常强大。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但当然，我们知道加入北约已写入他们的宪法，所以如果他们在这方面让步，首先，我们需要所有成员国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给予他们非常非常实在的安全保障，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多少地面部队、多少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他们。所以我认为这必须与极其强大的安全保障齐头并进，但最终这取决于乌克兰人自己决定。为了实现和平，为了乌克兰人民，他们愿意放弃什么？丽丽。非常感谢高级代表。我想问一下关于白俄罗斯的问题。目前立陶宛对白俄罗斯提出了很多担忧，而且欧盟也正准备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您是否担心美国会在此刻取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谢谢。只要这场战争还在继续，并且白俄罗斯明显在帮助俄罗斯进行战争，还对欧洲成员国发动混合攻击，我们的立场就很明确。我们会对白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向他们施压，阻止他们对我们使用这些手段，从而提高他们的代价，改变他们的策略。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塔季扬娜。非常感谢来自乌克兰欧洲新闻的塔季亚娜·瓦索茨卡。我的问题是，几乎是老生常谈了，关于第20轮制裁方案，今天讨论了吗？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可能包含哪些内容？而且，实际上我没看到欧盟委员会非常着急通过这第20轮制裁方案。这是否与和平谈判有关？你们是否在等待结果？实际上，如果和平谈判成功，欧盟是否会考虑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你们是否已经考虑过，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欧盟可能准备在此过程中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谢谢。谢谢。上次我们决定对影子舰队实施滚动制裁，就像我说的，今天我们制裁了40艘船只和一些协助者，所以我们没有等待庞大的制裁方案，而是对我们可以推进的项目采取行动。因为我们第一次实施制裁时，就看到了它对石油收入的巨大影响。当然，俄罗斯变得更有创造力，也有一些朋友。我们需要保持敏捷，迅速行动，这就是我们每月滚动实施制裁的原因。当然，第20轮制裁方案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等待，而且我们已经表明，我们并没有等待这些方案，而是通过对影子舰队实施滚动制裁来更快采取行动。现在讨论解除制裁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肯定还没到那一步。正如我所说，我们必须向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在采取更多措施，以剥夺他们资助这场战争的资金。非常感谢，会议结束。